大家现在好，我是周文强老师。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一个成功非常重要的特质，叫做相信。首先，我在台上经常讲一句话，叫做你能让多少人相信你，你的事业就能做多大。经营企业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经营相信。假设全地球有65亿人，每人相信你一次，每人给你1块，恭喜你，你就是65亿的富豪。成功其实就这么简单。为什么说经营企业就是经营相信呢？经营企业其实就是在经营老板与员工、员工与顾客、顾客和企业的关系。那么当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体而是共同体的时候，当顾客的关系和企业的关系也不是对立体而是共同体的时候，这个企业一定可以做大。那么经营企业就是经营相信，经营员工对企业的相信，经营顾客对企业的相信。员工在企业里面之所以不会全力以赴，是因为记住一句话，叫做没有人会全力以赴做自己不相信的事儿。你的员工在你企业之所以没有全力以赴，是因为他不相信跟着老板有未来，他不相信老板跟他讲的梦想能够实现，所以他不会全力以赴。所以老板经营企业就是经营相信，你能够让多少人相信你，你的事业就能做多大。那为什么说经营企业就是经营顾客对你的相信呢？顾客不买公司的产品太贵了，考虑一下，全是敷衍你的借口。顾客之所以不买单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还不够相信你。如果他相信你，他就一定会朝你购买。所以不单是经营事业是经营相信，经营家庭照样还是在经营相信。人这辈子最关心的3件事，第一件事叫事业，第2件事叫家庭，第3件事叫健康。为什么说经营家庭是经营相信呢？当老婆偷偷的翻老公手机短信的时候，就证明这个家庭已经出现裂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不再相信老公了。所以夫妻之间最核心的两性关系其实就是相信。然后为什么说经营健康是经营相信呢？我们很多癌症患者其实并不是被癌杀死的，是当自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以后被自己吓死的。而很多人能够战胜癌症，我们这一代所有创业者的偶像，比如说李开复，比如说联想柳传志的女儿柳青，那么他们都有查出来那么患了癌症，但是他们2个人都战胜了癌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能康复。所以人这辈子最重要的3件事，健康、家庭、事业，那么基石其实就是2个字，相信。你能让多少人相信你，你的事业就能做多大。那怎么样才能让别人相信我们呢？首先第一点，你一定要学会相信自己。当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时候，才会有人相信你。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，怎么可能有客户相信你？怎么可能有员工相信你？为什么员工不愿意跟着你干了？因为老板都对公司失去信心了，怎么可能有员工跟着你干呢？为什么顾客不买你手上的产品？连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产品都不坚定，他怎么可能买你的产品呢？我经常培训我的员工说，要100%相信自己，要100%相信自己的产品，要100%相信企业。只有这份相信，才能够让员工相信你。记住，销售就是信心的传递，情感的转移。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见过一个不相信自己能够获得成功的人。那么这是要让别人相信你的第一个先决条件，叫做相信自己。那么第2叫做学会相信别人。之所以今天别人不相信你，是因为你不相信别人。我们很多人都在抱怨说，我们出来这个学校以后，在社会上再也找不到真心朋友了。为什么我们找不到真心朋友了？是因为在学校里面，我们100%相信我们的同学，我们的同学也100%相信我们。但是当我们走向社会以后，我们很多人都不敢再100%相信别人了。我相信每一个人最怀念的一定是自己的初恋。为什么？因为初恋是100%把心掏给对方的。但是当我们被伤害以后，我们再也不敢把心抛给对方了，也就是我们再也不敢全心相信一个人了。我在台上经常讲一句话，叫做人这辈子最大的悲哀，就是活了一辈子找不到一个人100%相信你，没有一个人100%相信你，你也找不到一个人值得你100%相信，这是何其的悲哀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是因为你不够相信别人。我到今天为止
出来社会已经将近15年的时间，但是我每天都在结交生死之交。我为什么能够结交生死之交？因为我在见到任何一个人的时候，我都会做一个动作，那就是把心捧出来，把心用我的双手捧出来，捧给对方。接不接是他的事儿，捧不捧是我的事儿。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很多学生都笑话我说，周老师，那你肯定经常被人骗，恭喜你答对了。但是我不会因为我把心掏给你，你伤害了我，你骗了我，我就像普通人一样，再也不敢把心交给第二个人了，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的事业也不可能有今天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每一位有志于成功的人，记住一定要学会相信别人。凡是成大事者，他都有一颗赤子之心。所谓的赤子之心，就是学会相信别人。作为一个领导人，有一句话叫做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其实讲的就是相信别人的故事。当你100%相信别人的时候，就会有更多人100%相信你。当你把真心给别人的时候，就会有人把真心给到你。所以要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相信你，第一条要相信自己，第二条要学会相信别人。我记得在我15岁的时候，我父亲工厂破产倒闭，负债几十万，在10几年前的农村负债几十万，对我们全家来讲是天文数字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我们家里要债。然后有一次，然后我的父亲因为工厂的事情，然后被人告上法庭，判了5年。然后所有的人，法官告诉我们说，只要给5000块好处费就可以少判2年。但是我们翻箱倒柜连500块都找不到，我们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我们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我正在读初3，只能够初3辍学。我进过工厂，进过工地，摆过地摊。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打小工，一天的工资只能够赚8块钱一天。我在工地里干了2年，然后终于攒了我人生当中的第1桶金。然后我要拿那个钱去学习的时候，我妈说不让我去学。我妈那年50多岁，农村妇女不识字，她不让我去学习。然后她说学了以后万一学不会，不还是回工地打工吗？然后她说我已经找人给你算卦了，你这一辈子就是在工厂当一个男工人，娶一个女工人，生一个小工人的命。这个时候能不能相信？记住，我这里的相信，永远相信那些积极正能量的事儿，相信那些积极正能量的人，相信那些积极正能量人的话。所以这个时候我说妈，他算的不准。然后我说这样吧妈，我再找一个人给我算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又找了一个算卦的给我算了。算完以后的生辰八字，他跟我妈说你这个孩子将来必成大器。这个时候我跟我妈说妈，这个算得准。也就是我永远会相信那些积极正能量的话。我看过一本书，这本书叫《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》。可能这本书你们没有听过，但是我讲羊皮卷你们可能都听过。而其实所谓的羊皮卷又来自于这本书。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故事，讲到一个非常非常穷的人，然后因为认识了一个富豪，这个富豪传给了他一本羊皮卷，告诉他说每天都要读3遍，每个月连续读1个月第1卷才能够读第2卷，每一卷都要读连续1个月，把这10几卷读完要将近用1年的时间。如果你按时读，你一定会成功。可能很多人看完这本书以后一翻就把它扔掉了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我记得那年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只有18岁，但是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义无反顾地相信它，真的每个月看1章，早上读1遍，中午读1遍，晚上读1遍，每天都在读。读着读着，我发现真的我从这本书里面找到了宝藏。这就是相信的力量。就像我看到《穷爸爸富爸爸》这本书的时候，在我17岁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当我第一次听到财商，第一次听到财务自由这个概念的时候，我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定，我一定要财富自由。所以因为这本书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。但是看过《富爸爸》这本书的人太多了，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发生改变呢？因为虽然你看了，但是你不够相信。我跟我的学生经常讲一句话，你们在现场几千人的会场里面听我演讲，但是未来能够成功的人依然是寥寥无几。你们知道寥寥无几的那些人是谁能够成功呢？当年我也曾经跟你们一样坐在台下听演讲，那为什么我能成功？因为当台上一个老师告诉我们说，今天你听我这堂课程，我能让你变成百万富翁，能够让你成功的时候，没有人选择相信，都觉得你别吹牛了，
但是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的我会选择相信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择相信吗？因为我告诉我自己，我相信他又没损失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我看富爸那本书，他讲到可以财富自由，按照他的方法去做可以财富自由。我告诉我自己说，我相信他，我又没有损失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我看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上面讲到，每天读一章，每天读3遍，连续读1个月才能够读下一章。很多人一看扔掉了，但是我告诉我自己说，我就按照他的方法去读，就我相信他对我有没有损失，万一实现了呢？就是我特别喜欢相信别人，特别喜欢相信那些比我成功的人，不管是马云、史玉柱、郭台铭、王永庆、李嘉诚、黄光裕、小布什、比尔盖茨，当他们在他们的书中、他们的传记里，或者在电视媒体上、在采访上、在对话栏目上、在赢在中国的栏目上讲到他们成功的方法和案例的时候，很多人听完以后说那是偶然，但是我相信他们可以偶然，我也可以偶然。我相信成功是必然，所以我一定会成功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相信，相信的力量。当你真正相信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拿回了属于你自己的力量。记住，全世界所有的领袖穷其一生都在经营一件事，就是在经营相信。不管是宗教领袖还是政治领袖，不管是释迦牟尼，不管是耶稣，不管是穆罕默德，不管是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他们都在经营一件事，叫做相信。自古以来，所有的领袖都在经营一件事，就是相信。他们把相信推送到信念，把信念升华到信仰，所以他们能够成为领袖。我们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是一个业务员，你必须要学会相信你自己，必须要学会相信你的顾客会向你购买，而不是相信你的顾客一定不会买你的产品。你要100%相信你的产品，你要100%相信你的企业，你要100%相信你的老板，你才有可能在这个公司能够成功。那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是老板的话，你一定要100%相信你自己，100%相信你的梦想一定可以实现。只有你100%相信你，相信你的企业，你的员工才有可能100%相信你。当你的员工100%相信你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全力以赴，因为没有人会全力以赴做自己不相信的事儿。当你真正懂得相信的力量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业务员是学习销售的方法比较重要，还是学会销售的信念比较重要呢？我教你100招销售的方法，你没有销售的信念，你到客户面前你一条都用不出来。但是今天你只要通过一次学习，改变了你的信念系统，让自己有了销售成功的信念，那么我告诉你，我不教你任何方法，你可以生出万千法为自己所用。所以当你真正懂得从相信到信念到信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成为领袖。当你学会相信的时候，你就是顶级的 top sales。当你有信念的时候，你就会成为一个领导人。当你有信仰，而且能够让别人信仰你的产品的时候，你就是领袖。乔布斯卖的是什么？乔布斯卖的不是产品，乔布斯卖的是信仰。在所有苹果人心中，在所有苹果的粉丝心中，乔布斯已经不是人了，他是神。没有一款电子产品能够让全球100万人、100万粉丝、1000万粉丝为了买一部 iPhone 手机彻夜排队，连英国的王储都在排队。在中国，很多人因为买一部苹果手机把自己肾挖掉卖掉去买苹果手机。苹果经营的是什么？苹果经营的是信仰。所以所有的领袖都在经营一件事儿，那就是把相信推送到信念，把信念升华到信仰。如果你是一个业务员，你今天必须要学会相信的力量。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领导人，你必须要学会改变自己的信念系统，而且不但要改变自己的信念系统，要学会改变你下属、你的团队的信念系统。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老板，你是一个领袖，你必须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，你必须要有使命，你必须要能够让自己拥有信仰，让自己成为信仰，让你的员工信仰你，让你的粉丝信仰你的产品，你才有可能成功。所以今天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周文强老师。因为相信我的命运魔术般的发生改变，相信如果你能够相信我今天讲的这段语音，能够反复的听5遍到10遍以上，当你找到了你相信的力量，你真的可以无所不能。所以我在成功的彼岸等着你。
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按个赞，并回复一句相信的力量，我无所不能。还没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持续向老师学习财商思维。频道会持续更新周老师的财商与人生智慧，让您实现财富自由，身心富足。欢迎转发分享给身边的人，传播智慧。